嗨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最令人期待的键盘开箱。这次呢，在618期间，我所购买的键盘终于是到货了。这个等待呢，稍微有点久，让我有点心痒难耐。这次呢，我在购买键盘上变得比较克制一点，主要是因为现在键盘内卷虽然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，到后来每个键盘其实都长得越来越像，少了一点特色。其实这两把键盘都不是新出的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两把键盘都有推出了他们更新的版本，我觉得是更好看的，分别是来自于 RX Stone 的 RX870以及机械风的 S100。好，首先就让我们进入开箱的环节吧，开始。这两把键盘真的是超帅的，他们之前搭配键帽都稍微普通了一点。这次的更新呢，主要就是这个双色注数的透光键帽，都是 PC 跟 PPT 混搭的材料，在颜值上呢，真的有非常大的提升。当然呢，价格也是贵了一些。好，首先让我们来介绍机械风的 S100，是稍微有点争议的键盘，就是因为这把键盘的创作人其实就是来自于 Keras Infi 他们家的前员工，加入别家工作室所创作出的第一把键盘，所以产生了不少抄袭 Infi 100的八卦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配列跟乍看之下其实也是真的有一些相似之处，所以拿到这把键盘的时候，我不自主会跟 Infi 100拿来比较。所以究竟是抄袭还是借鉴呢？我觉得最好的鉴定方式呢，就是实际去使用去体会。所以就先让我们过过这把键盘的外形吧。首先，这把键盘是698配列2幽灵的配置，在主要打字区以及数字区中间有一排功能按键，小方向键是没有下沉的，上方有这个机械风的名牌，而同时呢也是2.4G 接收器的收纳槽。然后功能区上方呢是这种 RGB 的灯牌，说实话比起小荧幕呢更深得我心。然后键盘整体的结构呢是这种天包地的设计，整个键盘呢是全铝合金材质，表面是这种静电喷涂带闪粉的工艺。说实话，这个天包地以及表面的处理跟Infi 100确实非常相近，不过在整体的设计元素上多了很多独有的部分。键盘的背面呢是 Type C 的出口以及模式切换开关，然后键盘底部呢有4个圆形的防滑脚垫，以及有特别设计过阳极氧化的装饰板，上面有它的键盘型号以及这个机械风的小签名，整体是一个梯形的设计。然后这系列的主题呢就叫 Xanadu， 所代表呢是那种世外桃源的意思。这把键盘上装饰板有那种高级显卡的感觉。然后这把键盘所更新的键帽是这个宝可梦耿鬼的主题，底层呢是胚透的 PC 材质，然后上层呢是这种 PPT 热升华的处理，并且呢这把键盘最帅气的地方就是在你打开 RGB 的时候，这个灯效非常亮，只能说是帅爆了。搭配这种耿鬼鬼魂主题，就是那种万圣节 spooky 的感觉，放在桌上呢绝对可以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然后这把键盘呢搭配的轴体是比较出街的 KTT 的忘记什么轴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打字音的部分，就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把键盘的手感跟听感究竟是如何吧。进入打字音的环节 ，Go Go！ 只能说是一言难尽。键盘的 gasket 结构呢，打起来非常舒服，这键帽按起来也是非常干爽。不过呢，这把键盘大键可能说是一塌糊涂，基本上每个大键都有明显的钢丝音，特别是这个左 Shift。KTT 的轴体其实不算太差，但是在打字时候呢，这个钢丝呢，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受。除此之外呢，这把键盘其实我也找不到任何的毛病，打字声音手感扎实，键盘结构做工非常的优秀，质感也还不错，在量产的铝合金键盘当中可以说是上乘的水准，并且呢，在设计上都有自己的想法。虽然说乍看之下有点像 Infi 100，不过不同的地方呢，其实也蛮多的。这个收纳仓呢，光排以及背后的装饰板，颜值也是非常的高，是一把相当优秀的键盘。不过也要说，如果拿这把键盘跟 Infi 100认真的对比起来的话，它不管是声音手感跟整个键盘的质感来说的话，就是好像都觉得差了一点点意思的感觉。不过呢，这把键盘事实上也比较便宜，这个键帽也比较好，也比较好看，并且最重要的是，这把键盘现在几乎都有货。你在寻找一把好看好用的键盘，如果它键帽的主题是你的菜的话，这把键盘真的是相当的不错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把键盘，来自 RX Stone 的 RX870。如果你是刚入门的玩家，可能对于 RX Stone 这个品牌不是太熟悉，他们家当初推出的 RX980可以说是开启键盘内卷的第一枪。不过事隔多年，他们也才推出他们的第二把键盘。刚推出的时候呢，这把键盘并没有列入我的口袋名单，直到上次在台北电脑展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手把玩这把键盘，真让我当下觉得惊为天人，是一把除了好看之外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把键盘。这把 RX870呢，是一个标准80% 的 TKL 的键盘，然后 F 区左移塞下一个 F13，所以它总键数呢实际上是88。然后键盘正面方向键的上方呢，有这个他们家的名
牌以及指示灯带。然后键盘整体结构呢是这种天地盖，侧边呢有这个极具特色的 RGB 灯带，我个人是非常喜爱这种设计的。然后背面呢是有这种内缩的设计，搭配这银色装饰板，然后上面是2.4G 接收器收纳槽、模式切换开关以及 Type C 的出口。底部呢是4个圆形的防滑脚垫，以及 iStone 他们家的 logo 放在底部是三角形的设计。然后上面写了一段话 ：RS870 Super Mechanical Keyboard， 稍微有点奇怪的描述，这 Super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然后键帽跟上一把一样是这种双拼的设计 ，PC 加上 PPT 的，不过它制服呢是这种双色注数的，有点那种大字报的字体。开灯打开 RGB 的时候真的是帅到掉渣，我上班的时候放在桌上真的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搭配这粉色渐层的处理，是一个粗犷大气但是又细腻的一个风格，完完全全呢就是一个桌面上帅气的摆设。并且这把键盘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它表面的处理，这个整个键盘虽然是塑胶的材质，但是它是所谓的厚胶注塑，白话来说呢就是比较厚的塑胶，整个键盘拿到手上非常扎实，非常有分量感，并且它是表面做这种类肤的晒纹处理，摸起来甚至有那种鸡皮的手感，跟一般塑胶键盘摸起来可说是天差地远。拿在手上的感受，除了重量比较轻之外，我觉得完全不输铝合金键盘，并且呢，我觉得这把键盘的键帽跟键盘本体的搭配是非常的协调的，可以说是相得益彰。好，听完我对这把键盘赞赏之后，我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把键盘的声音手感表现究竟是怎么样。然后也跟大家预告一下，这把键盘的轴体已经被我换过了，换成马仔外设的 Y1 轴，所以就让我们进入打字音的部分吧 ，Go Go！这把键盘打金真的是非常优秀，他们家的大键卫星轴在之前就非常有名，完全是量产键盘第一梯队的水准。Gasket 结构呈现出来的就是这种闷闷的湿字音，这个打字手感是比较韧性的，是比较硬的 Gasket， 这声音呢真的非常好听。完全不输铝合金键盘，不过呢，也真的要提一下这把键盘最大的问题，就是这把键盘的用料真的非常多，注数非常扎实，整个键盘变得非常厚，前高真的非常高，不搭配手托长时间使用的话，真的会感到非常不舒服。所以你在购买这把键盘的时候呢，其实也可以选购他们这个自备的手托。所以我对这把键盘的评价是方方面面都非常好，但是这键盘高度真的让使用上来讲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。我实在是建议任何人使用这把键盘都要使用手托。除此之外呢，这把键盘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优秀。有自己的设计、优秀的质感、独一份的表面做工，以及是颜值相当高的键帽，拿手上呢就是有一种高级感。不过稍微有点可惜，就是它这个名牌的设计，这个装饰板上的字体呢，我实在不是太喜欢。然后由于这表面的类肤涂层，摸起来是非常亲肤，手感非常好，但是也同时非常容易吸附油污，需要时常的擦拭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 Type C 的出口实在是有点深，有些行长线呢时没有办法顺利使用。虽然说是有不小的缺点，但是已经是一把完成度非常高，声音手感表现都相当优秀。这把来自 iStone 的 RS870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两把键盘的介绍，以及我对他们的分析，还有我个人的心得。在现在键盘内卷的一个时代，之前卷的是价格，再来卷的是配置，现在呢已经进入一个卷外形、卷设计的时代。当看到那些千篇一律的卷王键盘，已经无法激起我一点的购买欲望，我反而转向这种有设计、有颜值的键盘。虽然说价格可能会贵了一点，但是这些键盘厂商勇于尝试试错，去进行设计以及改良，所生产出的键盘对我来说才是有趣好玩的。让我在玩过这么多键盘之后呢，还是永远可以带给我惊喜以及新的体会。这次的开箱体验真的让我非常满足，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买来玩玩看。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如果你对这两把键盘还有其他疑问的话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。我是外貌协会的 Joe，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